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玩塔罗。我们今天要占卜的题目是呢，你心里想的这个人对你的真实的想法跟感觉哦。好的，我们看到画面上有4种宝石做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哦。第一种呢是苏打石，第二种呢是灰拉长石，第三种呢是东陵玉，第四种呢是黑碧玺。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3次。深呼吸完了之后呢，请你想着某个人，想着你自己，想想我们今天的题目，这个人对我的真实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直觉的从这4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到苏打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得到苏打石的朋友们，亚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对你的真实感觉跟想法，中间这6张牌是他现在对你的真实感觉还有想法，后面这3张代表的是未来2到3个月内他对你的一些想法跟感觉哦。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圣杯3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10的一个逆位哦。这3张牌代表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呢，其实讯息是蛮清楚的啦，就是他觉得他想要跟你靠近或互相接近，或是跟你有更多的互动，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不想要寂寞，当他没有人陪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哦。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跟圣杯3的逆位，那这2张牌其实有时候它也代表着一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他其实基本上好，就算他身边有别人，就算他已经有交往对象，他有时候觉得寂寞的时候他还是会想到你，所以他会想要跟你有一些接触，有一些互动。然后权杖10其实
在这边权杖10的逆位其实代表着是你和他的一些互动和来往可以让他去忘记掉一些负担、一些压力跟一些困扰，所以对他来说你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解语花吧，或者是说跟他在一起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减轻啊，然后舒压的感觉哦。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哦。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钱币王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9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骑士的逆位。好，这3张牌代表着是呢，目前的他觉得和你之间其实很难有一些实质上更多的一个互动跟往来啦，就是没有办法比现在更多了。为什么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王牌跟钱币9哦，这2张牌其实代表的是目前你的比如说好身份地位，或者是你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你身边好你的外貌等等，都不是他的菜，也不是他现在想要发展的一个选择。钱币王牌在这边也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想要实质上的跟你有什么发展，而且宝剑骑士也代表着他其实我觉得他有想到你，他有想要跟你有一些互动，或者是有更多的互动，但是其实常常有时候就是话到嘴边就停下来，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有更多的一个互动跟想法。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没有那么积极的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个互动吧，就是那个热情那个 passion 真的不是很够。好，我们来看另外3张牌哦。我们这边来看到的是权杖9的一个逆位，还有愚者牌的逆位跟恋人牌的一个逆位。对他来说，他现在身边的对象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象，然后他之所以没有跟你有更多互动的原因，是因为他脑袋其实也算蛮清楚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不想因为跟你的互动，然后让对方，其实他现在的对象好像觉得他在偷吃啊，或者是说他变心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他的另外一半现在其实算抓蛮紧的啦哦。那权杖9逆位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主动跟他联络或互动，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状态，但是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他就会停下来，因为他不希望造成他现在感情上的一个问题。那恋人牌加愚者牌逆位也代表着他自己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你跟他不会有什么发展，所以他自己在面对你的态度的时候就有点矛盾，就是他想主动，但是又不太敢主动。那如果你主动，他好像也不会拒绝啦，就是你主动的话他也不会拒绝就对了，所以对他来说就是处在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哦。好的，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哦。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审判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皇帝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8的逆位。这3张牌代表的是未来2到3个月你跟他的互动大概就是目前这种状态，因为审判牌的逆位加上皇帝牌的逆位都代表着，第一，他还是拒绝主动，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比较清楚的去跟你有更多的一个互动，然后他就觉得目前的状态下他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钱币8的逆位也很明显，就是在一个实际上的状态下，有时候甚至于你主动一点的时候，他给你的反应都会让你觉得稍微比较冷一点。其实在未来2到3个月，说不定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没有太多变动，甚至于可能会更差一点。那他的心态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啦，就是坦白说这个人就是寂寞才会想到你，然后他现在身边有一个管得蛮紧的对象，所以就算他很寂寞，或者是他想到你，他还是不愿意有太多的一个行动跟主动。那如果说感情上说穿了，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真的也没有那么喜欢你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是 Full Moon 臣服于神灵。那这个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依照你的宗教信仰，比如说你去找月老拜一下，请月老帮你找个新对象之类的。感情上有时候就是
这个人的状态和你跟他之间的互动就是交给上面去处理，交给神明去处理就好，你自己恐怕是没有办法有太多的一个施力点啦，因为对方态度就是那样。好，第二是星月在双鱼座冥想与沉思，那这宇宙会告诉你，就是其实你静下心好好想一下，你就会知道整体的状态是怎么样，你也可以比较不那么混乱，在面对他的时候，你也可以比较知道该怎么去采取你要的行动。最后是能量正在增强的剑音乐剑音乐其实在这边出现的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宇宙在提醒你，就是如果在感情上你一直想要一个对象的话，你的能量其实是越来越强烈的，也就是说真正属于你对你好的对象其实会慢慢的出现在你身边，或许你可以考虑不要继续把心思放在这个人身上。好，就是选择到苏打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好的，选择到会拉长时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会拉长时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它对你的真实感觉，中间这6张是现在它对你的真实感觉，后面这3张代表的是未来2到3个月它对你的感觉，还有你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战车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宝剑十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王牌的逆位。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觉得和你之间的互动就是不是很愉快啦。所谓的不是很愉快是指他有时候在跟你互动的时候，往来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挫折感，那这种挫折感就是或许你给他的回应呢，他觉得他做的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或者是你总是让他觉得有点受伤。好，那宝剑十的逆位跟权杖王牌逆位也代表着他其实没有想要跟你停下来这段关系，他其实还是想要跟你有一些互动，但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有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联系或者是互动，因为好像不管讲什么他好像都会很受伤，所以他其实有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小心翼翼一点，或者是他会比较被动一点。所以对他来说，就是我觉得他的内心相对可能比较脆弱一点，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坚强吧。所以你有时候你可能很自然而然讲的什么话，他其实会有点受伤，但可能也不敢跟你说。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现在的他到底对你有怎样的感觉呢？好，他对你的真实感觉是怎样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王牌的圣杯皇后的逆位，女教皇牌的逆位，还有钱币2的逆位。在这边呢，圣杯皇后的逆位跟女教皇牌的逆位2张牌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你理想的感情对象，然后你对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至少他的感觉是这样子了然后钱币2的逆位代表着他觉得你好像有别的对象了吧，然后你还蛮专心在那个对象上面，而且你对他就是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感觉，反正你就不喜欢他，他内心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存在所以他其实如果说好跟你保持一个距离，或者是对你讲话比较不是这么的好听，其实代表着是他自己内心当中就觉得，那你都有对象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好，那我们这边还看到的一张牌是圣杯骑士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圣杯9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6的逆位。这几张牌其实更明显的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因为圣杯骑士的正位其实意味着他其实对你还是蛮多的，我觉得他是有喜欢你的，然后对你是有好感的，但问题是圣杯9的逆位跟权杖6的逆位这2张牌都代表着，第一，他在你身边他感受不到你对他有什么正面的一个喜欢，或者是说你对他的一些正面的评价好像蛮少的，然后权杖6的逆位加上圣杯9的逆位，其实就意味着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还是会觉得在你身边他有挫折感蛮重，但这个挫折感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是代表着跟你身边的人比起来，或是你喜欢的人比起来，他自己就觉得他自己矮人家一截，或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从你和你的互动当中得到一些快乐的感觉，好像你总是会带给他某一些挫折感或是压力啦，所以对他来说喜欢也没有用，因为好像讲了什么也不会改变现状，我觉得他其实处在一个蛮情绪低落的状态吧。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
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3的正位，我们还看到宝剑皇后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6的逆位。这3张牌其实讲到在未来的2到3个月中，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改变，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其实未来2到3个月你们互动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会比较开心一点。那我觉得一部分来说，就是你有调整你自己对他的一些态度，还有你可能给他了更多的东西。有时候就是某一些互动上面来说，我们从宝剑皇后跟圣杯跟钱币6的逆位来看，就是有时候很多东西你可能比较不会去批评他，你可能对他的讲的某一些话上面你会比较温和一点，然后你可能也会给予他某一些东西，他会蛮开心的。而且圣杯3代表着你们之间可能在某一些场合或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玩还蛮开心的哦，可能一起吃饭啊，喝点东西之类的，心情都会蛮好的啦。所以至少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有对你来说，未来2到3个月，你们的关系会比较正向一点发展。然后他对你的印象也会，就是他对你内心真实的感觉，我觉得他还是有喜欢你的，只是就是说这个就要看你的态度。我觉得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持续让他觉得很受伤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还是很难走下去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来看月相神谕卡，看看这个宇宙要给你怎样的补充讯息哦。好，第一张牌呢是月亮停变期，坚持你的憧憬哦。这几张牌当中，好，这张牌其实讲到了一个蛮重要的点啦，就是说当你在面对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有你自己的坚持是没有错的。然后如果你期望跟他之间关系变得更好的话，你就要往那个方向去走，你不要一直改变。就是有时候你现在的态度的确是不 OK 的，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明确的，你就不要改变你的目标，往你的目标去走。当然行动上你可以有一些调整，可是你要坚持你的目标，好吗？好，第二张牌是满月在双鱼座，平衡心里面和实际面。有时候你心里想的跟实际做的其实真的不是很相同，这宇宙要提醒你，就是说有时候你的情绪需要反映在你的行动上面，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行为，或者是你跟他讲的话，不要太伤害他。还有满月在双鱼座其实也代表着一个，我觉得情绪上你要满一点啦，把你的真实情绪展现在他面前。好，最后是新月在天蝎座，学习克服恐惧哦。那这张牌其实也代表着有时候你需要多使用你的直觉，你开始会对他有一些直觉跟一些想法，但你可以直接一点，但这种直接不是言语上的伤害。我这边指的直觉是你突然想到什么，你就可以跟他说，但是你的语句上要稍微调整一下，不要太锐利哦。好，这是选择到灰色拉长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东领域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东领域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他对你的感觉跟想法，中间这6张牌是现在这段时间他对你的真实感觉跟想法，后面3张代表是未来一段时间他对你的感觉跟想法，还有你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怎样的发展。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权杖骑士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国王的逆位，我们还看到权杖王牌的正位。好，这3张牌其实代表就是他觉得你是个积极主动的人，但是在用钱方面太过冲动，甚至于你跟他价值观是不合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权杖骑士跟权杖王牌其实就已经代表着他觉得你这个人做事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狂野一点啦。有时候他觉得
如果你有失控的时候，他就会拉不住你。特别是在钱这一块我们看到的是钱币国王的逆位。钱币国王逆位代表的是，他就觉得你跟他在某一些价值观上真的是合不太来，特别是花钱这件事情上面，他觉得你花钱是蛮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上可能就是价值观上有一点差异的意思。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第一张牌看到的是权杖国王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2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8的正位。好，这张牌代表的是最近的他觉得你没有以前这么冲动了，然后你比较犀利直接，然后你考虑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很清楚的状态，但是在行动上你还是自由奔放。简单来说就是他觉得你做很多事情之前都已经有想过了，然后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你确定你要做的某一些事情之后，你做出来的行为就是比较自由自在一点，自由奔放一点。他其实我觉得是喜欢你这种行为的，因为比起之前我们看到的这3张牌他会觉得你之前比较冲动，然后都不经过大脑，但他现在会觉得你是经过大脑之后才去做的某一些选择跟行动啦。那权杖8正位其实也代表着他其实有点羡慕你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做自己。我们来看另外3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6的逆位，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审判牌的逆位跟命运之轮的逆位那这几张牌其实代表着他目前其实觉得跟你在发展关系上是有障碍的，有几个障碍，就是第一，时间点不对我们看到命运之轮的逆位代表着他可能觉得你身边有别人，或者是他身边可能有也还不错的对象，那他自己就会觉得说在感情上可能我们现在时机点不对。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时机点不对的意思是，我们那边看到的是审判牌的逆位，审判牌的逆位代表的是你们或许各自都有一些还没有解决掉的问题吧，然后这种还没有解决掉的问题就会造成你们感情上互动的障碍就比较严重一点。而且圣杯6的逆位代表着他其实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件事，就是你并没有把你真实的感觉跟他分享，他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还是就是他觉得你是一个主动把他隔在外面的人，然后他觉得是你不愿意跟他分享某一些事，所以他会觉得说或许你觉得时机还不对吧，所以他自己的态度也就变得不是这么的积极啦。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圣杯2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6的逆位，我们还看到世界牌的正位就未来2到3个月他对你的真实感觉还有你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未来2到3个月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发展会还蛮好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圣杯2的正位跟宝剑6的逆位，这2张牌其实意味非常的清楚，就是他觉得你开始可以开诚布公，掏心掏肺的跟他讲一些你内心真实的想法。然后圣杯2的正位也代表着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想法，他觉得你们未来你跟他的沟通会让他蛮开心，他觉得他看到你真实的一面，他感受到你的想法，他会知道你在想什么的，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被你挡在门外那种感觉。世界牌的正位代表着你跟他的关系会进展到一个新的状态，或许是从相对比较没那么暧昧变得比较暧昧，或者是你们比现在是一个比较暧昧的状态，但未来可能会发展到可能会在一起的状态比较好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发展啦，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跟他多讲一些你内心的想法，他是一个需要你去跟他分享一些感觉的人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好的，我们用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你快要达到目标了迎突月。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有时候很多事情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大概 80%、90% 一个状态。而且呢我们这边还看到另外一张牌是眉月要对你的梦想有信心。其实这2张牌就是告诉你，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你的目标快要达到了，然后你要对你自己的梦想有信心。有时候这宇宙可能是判定你现在有点想放弃的，但就是不要放弃，你的目标快要达成了，所以不需要放弃。虽然有时候目前看起来好像完成度不算高，但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暗中在发展，只是你没有感受到而已。
另外就是南焦点别让你的过往阻碍你。我们刚才也有讲到过，就是我们这边有看到审判牌的逆位嘛，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去的一些障碍啦，那这些障碍其实可能就是把你卡住，让你没有办法跟他分享某一些事情。所以这宇宙也在告诉你，就是说不要让你的过往去阻碍你。如果你的梦想是要跟他好好在一起的话，跟他有一些发展的话，那就不要让这些过往去阻碍你，好吗？好，这就是选择到东领域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黑碧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黑碧玺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我们来看到这12张牌前3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对你的真实想法跟感觉，中间这6张是现在他对你的真实想法还有感觉，后面这3张代表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大概2到3个月你们之间的关系发展，还有他对你的感觉跟想法。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宝剑5的一个逆位，我们看到的是圣杯国王的正位，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倒吊人牌的正位。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觉得你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然后处理很多事情都是有为有守的一个人啦。就是说你会站在情绪这一块去为他着想，然后但是你做的很多事情又不会太情绪化，他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有理智，但是你又很从感情面出发的一个人，就是你是走那种情理法路线的人，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会因为感情一时蒙蔽的，可能做一些事情就比较疯狂一点，但你不会。而且其实倒吊人牌正位跟圣杯国王就代表着他其实会觉得说你跟他之间的互动很好的一个原因是你都是想好了之后才做，然后他也知道你对他是很贴心的，所以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贴心的人。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他也知道你有时候会主动找他或跟他有一些互动，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想要太寂寞。当然他觉得他在跟你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也很开心，他也觉得你的出现会让他感觉到比较就是没有那种寂寞的感觉，然后会让你觉得说 OK 我身边有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其实对你的评价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第一张牌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王牌的逆位，还有权杖10的逆位跟权杖4的正位。现在他觉得你过得还不错然后他觉得你是一个温暖的人。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可能最近的你比较没有那么的忙了，然后你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居家生活我们看到权杖4跟权杖10，但有一点就是说他觉得你对他好像还是不是很主动啦，你好像比较被动一点，好像都等着他去主动就对了。但是他也没有觉得这样很差，因为他觉得可能你需要一点时间休息吧，所以他会觉得尊重你，让你多一点时间休息也是好事。然后你好像不是很喜欢走出门，所以他也好像不太会去约你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来看另外3张牌，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宝剑7的逆位、宝剑8的逆位跟皇帝牌的逆位。好，这3张牌代表是在目前这段时间当中，他会觉得你慢慢的比较好相处也不能说以前不好相处就是说以前可能你把很多想法都放在内心当中，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会困扰，或者是你会被某一些问题一直缠绕住，然后他就会觉得你也不跟他讲，除非他问，否则你不会主动跟他说。但是目前的他会觉得说你开始可以跟他分享一些事情，而且宝剑7的逆位跟宝剑8的逆位都代表着他慢慢的去知道说原来你也有某一面，你有某一些想法。皇帝牌的逆位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前他其实觉得跟你有距离，但现在他觉得那个距离比较没那么的远了，然后他也比较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一些想法跟感觉，所以他其实慢慢觉得说 OK 跟你之间的互动是比较好，但最近的确他也比较不是这么主动啦，因为他会觉得说观察一下你的表现。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发展，还有他觉得他对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皇后的正位，我们看到女皇牌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骑士的逆位。好，这3张牌代表着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在未来2到3个月当中，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爆发式的成长，但那爆发式的成长是感情方面的就是互动会越来越多，然后彼此互相照顾，你会感受到爱，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权杖皇后跟女皇牌，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在这边我们还看到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这张牌其实讲到的权杖骑士逆位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互动上面比较会是相对平稳然后往前走的一个状态，吵架的几率也比较少一点，然后他慢慢会觉得说你跟他想象的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相同。好，那这几张牌其实放在一起的时候，代表未来2到3个月你们之间关系发展上面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有一点就是权杖骑士逆位代表着我觉得他这个人有时候会适度的退缩啦，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要主动一点会比较好但基本上不管如何都是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他其实算是蛮满意这样子的一个进展的。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 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好，我们来用月相神谕卡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满月在射手座，多看大格局。那这张牌其实也代表着一个点，就是说有时候你们去谈论聊天的某一些话题可以跟国外的一些事物有关系，或者是你们可以一起出门去玩。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你们其实如果可以一同去出游的话，比如说你主动约他的话，其实会让你们之间关系有更好的发展。好，月亮变动期一切尚未有定论，有时候你太快下定论了，你太快觉得我们关系一定会如何，但实际上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有些事还在变动当中，不要只看表面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勇敢跨出第一步，月亮本位期。有时候就是这宇宙在告诉你，你担心太多了，然后在这段跟这个人的互动上你也不够勇敢。如果你愿意勇敢跨出第一步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好的一个进展好的，这就是选择到黑碧玺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拜拜。